盯着屏幕看很久了，别光看着，追番、投币、点赞，我要你的一键3连。现在就要。秦老弟，嘿，我把玄铁都备好了，快给我铸艘铁壳船，这大雪天就等着靠它赚钱了。没问题，打造铁壳船绝非易事，需要花些功夫。范兄，请静候佳音。好，好，小心！你们帮助皇帝赈灾，倾圣教之力，尽力而为，令发旨。倘若皇帝赐官，我们是受还是不受？受。延康国就是天圣教，不必多疑。很多神通者习惯了高高在上，认为给凡人做事就是折辱，不会乐意为百姓出力。极端者只怕会趁机作乱，针对天圣教。你们务必小心。教主放心，圣教能屹立至今，并非浪得虚名。范兄，铁壳船的制造施工可是绝密工程，你好像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。秦兄弟，你居然是天魔教的！我什么也没看见。范兄，两条路，你是老江湖，该知道是哪两条。我入伙了。你不会碰巧就是圣教的教主吧？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我斐堂的范乡主。哎，教主，那艘船是我的。这艘。哦。另一艘小船供我代步之用。我准备回家过年，顺便沿路勘察赈灾情况。教主，我能不能要一艘大船？大船是圣教专门用来赈灾的，要是耗费甚多，速度也不如小船快。事不宜迟，我们收拾一下，准备上路吧。小心，这幅画可是危险物品。走，出发。这位太子舌灿莲花，态度也非常诚恳，或许值得一试。但那位寿数还有大半，恐怕不会主动相让。古有禅让，有能者居之，暴虐者退之，这本是天理，是该恢复古制了。绝不可让大襄城之事重演。天魔教新教主何如？必须慎重，一旦动手，便是正魔大战的开端，贻害无穷。不，这恰恰是有史以来最妙的时机。这位新教主现在只有5要紧，且才进行了登基仪式，位置未稳。
敢问山人，书中反复提及的开皇纪、开皇国，是哪朝哪代？开皇是道门的说法，禅宗则称之为空寂哀皇。如来曾言，成住坏空，乃生灭循环的4个阶段。空寂莫非是史上第4纪？不错，第4纪的开皇神国，现在的大虚。大虚？那时有一批人连上断裂的神桥，建造出一个鼎盛辉煌的开皇神国。后来，上界的神祇降下大劫，开皇国灰飞烟灭。有人连上了神桥，这么说来，他们可以成神。不过这些人在现在已经很少了，他们被称为神之器皿。就是大虚中的那些器皿？不，大虚中的器皿几乎没有人拥有完整的神桥神藏。我们小玉京的先人去查看过，延康国曾经接过神谕吧？神谕严禁器皿走出大虚，防备的并非是寻常大虚器皿，而是那些神桥完整的开皇国遗民。不错，而今那些遗民都居住在大虚的无忧乡之中。回大虚的这一路越来越冷，路边冻死的人越来越多。来，小心！拜见圣教主。你们是圣教弟子，告诉他们不要去其他地方了，所有地方都被冻起来了。这些人一旦停下，就没有了希望。继续走，心中还有希望，说不定能找到温暖的地方。来，这边。公子，我算了一笔账，物价翻倍了。许多商户在囤货，不肯收买，稳定物价还需从朝廷着手。我也派人呈报给了荆州少爷。谢谢，谢谢。这种天象攻击是神的手段，不过这个神比较温和，没有痛下杀手灭了人族，只给了一点轻微的警告。警告？神？大虚祖训：天黑别出门。凡遇大虚中的神之器皿，格杀勿论。当年神祇向延康国传下神谕时，还一并传下了2件神器。大虚流传的神谕，神到底是什么？血分万里，还只是温和的警告。神魔不死，大道不止。出发，回大虚。
幽香。开皇国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何引来神奇降劫？国师将殿中史籍读一遍，就会明白了。那场大劫，我小玉京称之为开皇劫。在开皇劫之前，还有3次劫难，而现在严康崛起，我们小玉京便称严康为严康纪。山人说严康国，你们称之为严康纪。那么，倘若严康覆灭，你们是否要称之为严康劫？夫人聪慧，那座宫殿是为严康节准备的。等严康国覆灭，便会整理出严康纪的历史，留给后人参阅。倘若国师还要按照原本的道路走下去，开皇国的劫难也会是严康国的劫难。夫君，小玉京的仙人似乎来历有些特别，妾身猜测，他们会否是开皇国的后裔？有这个可能，他们没有恶意，无需揣测他们的心思。古为今见，开皇面对过的事情，严康也会面对。公子还没突破云层吗？快来！哦。刚才明明看到那小子的船，怎么现在不见了？秋妹妹，放出虫子来！天魔教主，原来藏在这儿！胡灵，加速！血灾绵延，百姓殒命，天魔教难辞其咎。龙豹，你来掌舵。我吗？天魔教的秦教主身份败露，前路颇多坎坷，很多道友都在等着你呢。在下奉师命前来除魔，祈求上天息怒。穷理宗穷夫子门下蓝雨见过天魔教主。罪过！天魔教主大雄不差半尺，前来度化你。老师是个高手，必须找出他功法的关窍，一击破解，否则这把铁壳船会被他压爆。
玉龙门三奇宝琼里宗大雄骨茶。看来，这次回大徐的路会很漫长。回首不